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南，一个和创业者做朋友的产业投资人。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下中美芯片大战，中国半导体的崛起。时间倒回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了。2018年4月，美国针对中兴通讯下达产品禁令，作为贸易战谈判中的筹码，成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管制的开端。2019年5月，针对华为及70家附属公司，要求美国公司或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供应商未获许可前，不能卖产品给华为。2020年12月，针对中芯等10家中企，禁止美企销售10纳米及以下制程技术给中芯。2022年8月，限制美企出口用于3纳米的 EDA 软件给中国，并禁止英伟达等高速 GPU 出口中国。2022年10月，美企未获许可前不得向中国出口高算力半导体产品及设备，限制美国籍与拥有绿卡人士不得在中国的半导体工厂协助生产或者开发芯片。直到今日，在中美半导体大战进入到 AI 芯片的深水期之后，美国钳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出口管制仍在升级。过去呢，半导体是一个全球化的生态，一颗芯片的完成，从原料设计、晶圆制造到代工及封测等等，常常是全球不同的公司在协作。但到了现在，各国都希望拥有自己的生态圈，半导体产业面临着新的分割模式。从先进制程的 AI 芯片到成熟制程的芯片，美国频频出招，全方位试图减缓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脚步。但中国为了突破美国禁令，也不断的在加码本土半导体生态圈的发展。不得不承认，在美国的制裁下，中国确实无法获得一些关键的极紫外光刻技术。事实上，当你没有其他的选择的时候，有许多创新的方法可以接近先进制程的能力，这正是中国目前所处的情况和采取的方式。例如，华为携手合作伙伴申请专利，涉及自对准4重曝光技术，期望在减少对光刻机依赖的情况下，生产出5纳米先进制程芯片。目前呢，中国在建立自主可控的半导体产业链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在美国的出口管制下，根据赛媒统计，尽管2023年半导体产业不太景气，但全球晶圆厂产能仍成长了5.5%至每月的2960万片晶圆。中国呢，则是引领了这一波的扩张。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的成熟制程产能已经占到全球的29%，位居第1名。目前中国大陆已经有44座晶圆厂，其中呢，12寸晶圆厂25座，6寸厂4座，8寸厂15座。此外呢，还有正在新建的晶圆厂22座，其中呢，12寸的15座，8寸的8座。未来呢，中芯国际、晶核、合肥长鑫、士兰微等等厂商也计划新建10座晶圆厂，其中呢，12寸厂9座，8寸厂1座。整体来看，预计2024年底，中国大陆呢将新建32座大型的晶圆厂，并且大多呢都是成熟制程。预计到2027年，中国大陆成熟制程产能全球比例将高达39%。有人可能也许有疑问，为什么全球都在发展先进制程，而我们在成熟制程上在持续发力扩产？这是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2023年呢，中国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30%，成为最大的单一市场。其中大多数呢是成熟制程。中国进口集成电路的数值呢达到了3494亿美元，超过了原油进口的数额。对中国政府来说呢，芯片就是新质生产力、新3样和人工智能竞赛的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目前中国本土芯片自给率不高，需要扩产来提高自给率。另一方面呢，先进制程被美国限制得非常厉害，中国需要从成熟制程进行积累，再慢慢的走向先进制程的演进。像我作为联合创始人参与的一家半导体企业宏策精密，他们作为两岸3地最早实现 MEMS Pro Card 量产企业，成功交付了台积电和日月光等全球头部客户，是全球极少数能够实现探针、下针微间距只有18微米高针角数悬臂针探针卡的生产厂家。在这一环节难度极其高，在全球一共也没有几家。他们呢也是国内唯一自主研发探针卡维修保养设备，并成功交付像汇成、伟策、日月新等国内的客户。当然，随着 AI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算力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而 AI 芯片作为提供算力的关键元件，占据了非常核心的位置。就像英特尔 CEO 曾经表示，在未来的50年，芯片将取代石油，主导并重塑全球的地缘政治。尽管制裁呢减慢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进程，但也推动了中国本土企业在先进制程和封测技术等等方面的发展。今后呢，我也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我们看到的优秀半导体的团队和企业在国产替代甚至在某些制程方面的自主创新技术。事实上，当你没有其他选择时，有许多创新的方法将产生，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相信中国半导体产业未来可期。